这期视频啊，咱们玩点新鲜的。开局谱啊，根本就不用背，上一鞭子去吧。咱们了解了开局起理，这开局谱啊，背不背那真的是无所谓啊。比如说像我吧，这开局谱是又多又复杂，我背它干嘛呀？我真正的了解了开局的起理，大不了咱俩就对抡王八拳，拼命散手棋呗。那什么才是开局的起理呢？我一共总结4句口诀。这第一句口诀是什么呀？就是车鸣马活。咱们一个一个说啊。车鸣是啥意思啊？想尽一切方法先把自己的大车啊出来再说。因为车啊是象棋中的最强战力。那比如说啊，两拨人准备打架了，我把冲锋枪往这个保险柜里一锁，这个大炮往屋里边一搁，让战士们拿着红缨枪大刀去冲锋去，这不骂街等啥呢是吧？所以说最强战力啊，咱们得使在刀刃上，赶紧往前冲锋啊，把冲锋枪什么全都给带上。所以说大车啊一定得尽快的出动。这马活是啥意思啊？比如说啊，咱们这3路马到底是活跃还是不活跃呢？就2个点可以跳，这跳哪儿都不咋地啊。谁没事跳窝心马呀，是吧？正常人谁跳窝心马呀？所以说这个马呀肯定不活跃。但是咱们换一想法，比如说这个马活跃不活跃啊？咱们想往上跳就往上跳，没人拦得住咱们。咱们再看看他的马呀，因为把兵已经冲起来了，他的马反而不活跃了。所以说这个兵呢有2个作用，首先活通了自己的马路，同时压住对方的马，那是动弹不得。所以说这个兵呢就是一个双向作用兵。第二句话是什么呀？左右均衡。这棋盘呀从中间一拉，左右是对称的。这边这仨哥们叫车马炮，另外这仨哥们也是车马炮啊。那比如说啊，红方飞象，然后补士，把兵冲起来，然后上马，再把炮给平出来，然后伺机啊把车给出来。这半扇子你是走痛快了，你这叫车马炮，这半扇就不叫车马炮了吗？这半扇的哥们是嗷嗷待哺。所以说这个阵型啊丝毫不符合棋理，是吧？再跟大家说啊，其实啊平常的时候不能同时做到车鸣还有马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面也是高手，每个人只走一步棋，你怎么可能同时做到车鸣还有马活呢？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，也是相当的经典。红方当头炮，黑方顺手炮，红方跳正马，黑方跳正马，红方出直车，黑方的拉横车，你出车我也出车，是吧？红方此时往前一冲，首先活通了自己的马路，同时呢压住你的小马。黑方选择一步平车站肋，那红方跳马，黑方跳马，红方此时往前一冲。身为红方来说，自己的双马那是相当的活跃，黑方的双马呢它可就不活跃了。所以身为黑方来说，出车那是当务之急。你车鸣和马活只能占一样，既然说我的马不活跃了，我的车一定得比你活跃。所以说黑方当务之急赶紧拉横车。咱们此时设身处地的给黑方想一想，如果黑方并没选择拉横车，他选择一步补士怎么样啊？这个阵型啊真的是差得很。首先将门方向你已经确定了，而且这个士啊它不是大子儿，你打死也不能过河呀，而且还耽误了一招棋，让红方以后把车给调过来祸害自己，那肯定受不了啊。所以当前盘面黑方补士啊肯定不合适，赶紧出车那才是王道。不知道您呀是否有一样的感受，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高，每一个先手显得是那么至关重要。比如说象棋大师比赛啊，我特级大师，你怎么是普通大师啊？干脆让你先走吧。您说象棋比赛中有这事儿吗？那根本就没有，是吧？双方争的是极致白脸，咱俩抽签决定，是吧？丝毫不讲武德。所以说象棋的开局呢，每一个先手那都是至关重要的。车鸣和马活你呢只能占一样。
咱们举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，比如说红方当头炮，黑方跳马，红方跳马，黑方出车，红方出车，黑方往前一冲，你的马现在比我活跃，对吧？所以红方进车过河，我这车一定得比你明。此时黑方冲起自己的两头蛇，那红方上马，黑方上马。身为红方来说，自己的左马呀现在不活跃了，那你这个马呢比我的马要活跃，所以说我这个车啊必须得比你快。所以说红方赶紧拉横车，每一个先手可都不能错过呀。所以说这个盘面呢，双方都是可以接受的。咱们再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，为什么说车明和马活只能让对方占一样呢？黑方瞎走棋啊肯定是不行，当然了，红方瞎走棋啊也是不行。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红方当头炮，黑方跳马，红方跳马，黑方出车，红方出车，此时黑方选择一步飞象。其实这步飞象啊说起来比较的差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象你打死也不能过河呀，它不能算是大子儿，是一个防守的子力。咱们退一万步说，你什么时候飞象我拦得住你吗？这根本就拦不住。你什么时候补士我拦得住你吗？我也拦不住你。所以说飞象和补士啊是你的权利，红方啊无法阻止。此时红方选择一步拱兵，那么黑方跳马，红方继续冲起自己的两头蛇。身为黑方来说，这双马呀可就不活跃了。但是当时黑方他不懂其理啊，并没选择着急的出车，而是补了一步士。这先手可又耽误了一步棋。当时红方选择跳马，黑方平炮，终于准备出车了。那红方出车，黑方出车，红方进炮过河。咱们此时啊简单的看一眼盘面，黑方的双马是不活跃的，而且双车呢各自只出了一步棋。身为红方来说，车可是不吃亏的，但是双马可是占了大便宜，所以当前盘面肯定是红方大优无疑。这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儿，喝多了也得吐，骑摩托啊他也得上树。所以说高手啊有的时候也得失误。红方先人指路，黑方对冲一卒，红方跳正马，黑方还架中炮，他可是真够猛的。当时红方呢选择了一步出车，那么黑方上马，红方补起自己的屏风马，黑方出车。就您长这样，后手的当头炮，我先手屏风马能怕你吗？所以直接进炮过河，给黑方来了一招硬封锁，随时准备炮击中卒，你可瞅着办。当时黑方选择一步上马，那么红方飞象，黑方赶紧平炮，这局出不来，赶紧出这局啊！当黑方平炮的一瞬间，那么红方想先出车，黑方出车，红方进炮过河。这回黑方可就麻了爪了，这俩局怎么全让你给堵上了？我现在抢先上马行不行啊？如果黑方抢先上马，那么红方炮击中卒李将军，人家俩马看着中兵的，肯定得吃亏，所以黑方上马呀肯定是不合适的。当时黑方是想了又想，选择了一步补士。这步补士一走啊，可就来了败相了。因为棋盘呀是对称的，咱们看一下这两个马呀，红马和黑马位置是一样的。当时红方选择了一脚上马，那你的黑马可就前进无路了。所以说红马活跃，黑马不活跃，红方的双炮封住了黑方的双车，所以说这个局势的平衡啊一下就被打破了。当前盘面红方占优势。咱们半天了，刚说两句口诀啊，后两句口诀是什么呢？阵型协调，子子生根。为什么要阵型协调，子子生根呢？对方在没暴露自己的阵型弱点之前，咱们呀千万不要抢先暴露自己的阵型弱点，尽量达成子子生根这个状态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，比如说红方啊走成这个阵型，把这个车呢横着拉过来，他这炮上一边子去啊，
比如说这个状态，红方这个阵型啊，基本上是子子生根。首先这个边马有没有根啊？交给象看着了。炮呢也是有根的，交给士看着。这马呢也是有根，炮看着呢。这个炮呢也是有根，自己将门方向有2大金刚防守，所以说红方这个阵型啊，一般来说是没毛病的，就等着找黑方的阵型弱点了。所以说这种盘面呢，就叫做阵型协调，子子生根。咱们再把这个话给说回来，既然说头一句话叫做车鸣马活，那一般情况下怎么才能出车呢？给大家说说2个例子啊。第一个例子就是出直车，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出横车。到底哪个比较合适呢？比如说红方当头炮，黑方猎手炮，红方跳正马，黑方跳正马，红方出直车，黑方呢也出车，红方进车过河。这个车一共走了几步棋啊？走了2步棋。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首先压缩你黑方的活动空间，以后你想进炮进不了吧？我的车跟这堵着呢。以后你这个车想出来，是不是你得经过我红方的同意？比如说啊，以后黑方平炮，你这车想出来，你得经过我的同意是吧？我没准还给你对车呢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呢是第2个作用。第3个作用是什么呀？随时准备平车杀卒，是一边杀卒一边可还压马呢。所以说这2步车的作用简直是太大了。咱们此时此刻换一个想法，还是刚才这局面啊，咱们换一种出车方式。比如说红方走一个当头炮，黑方呢也走猎手炮，红方跳正马，黑方跳正马。此时红方选择拉横车，那么黑方出直车。无论这个车啊走在哪儿，那都无所谓啊。这个车同样也是走了1步棋2步棋。身为黑方来说，他肯定是相当的开心。你这车跟这儿我多别扭啊，也是2步车。那你车跟这儿搁着也是2步车，我怕你干啥呀？最起码来说，我这半扇呢是相当的舒服。以后我想拱卒就拱卒，想上马就上马，我想出车也没人拦得住我。所以说这2步车的区别简直是太大了。咱们说一下这个为什么红方有的时候还要拉横车啊？现在呀，肯定有人不干了。既然说直车这么厉害，为什么还要拉横车呢？其实每一招横车都有战略的意义。比如说红方啊先指路，黑方对冲一卒，红方跳正马，黑方跳正马，红方选择一步飞象，那么黑方补士。这手棋一走啊，红方肯定就得琢磨了。你现在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将门方向，所以说我这车啊跟左边待着有啥用啊？赶紧拉横车，准备把车给调过来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仗。所以说这手棋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。当时黑方飞象，那么红方把车给调过来，以后准备往前冲兵了。黑方赶紧跳马出动自己的子力，那么红方往前一冲，你不撞我，我可就撞你。所以黑方此时往前一冲，咱们此时啊进行一个简单的计算，你黑方的卒已经拱了2步棋了，而我红方的兵呢只拱了1招棋，对吧？你拿2步卒换了我1步兵，而且让红方顺势杀上来了。所以说红方呢赚了一个先手，从而达到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仗的目的。当前盘面红方啊那是相当的满意。更多的开局棋理啊，咱们下期视频跟您接着聊。点关注不迷路，咱们下期视频啊更精彩。